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野心换欢心，赵丽颖飞天了。第34届飞天奖颁奖典礼上，拿下优秀女演员奖项的赵丽颖激动落泪。她说：“一直坚信许半夏的一句台词，我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但是今天，我的愿望成真了。”纵观赵丽颖的丰厚之路，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也可以说是来之不易。早在多年前，她就曾经凭借《花千骨之否之否》应是绿肥红瘦拿下过2届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但介于金鹰奖有视后和人气奖2套评奖体系，并且规则持续变化，所以她的金鹰奖项含金量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准确定论。白玉兰奖方面，赵丽颖《花千骨之否之否》应是绿肥红瘦风吹半夏3题不中，同样3题不中的还有秦海璐，4题不中的还有海清。虽然她的白玉兰奖运不济，但能够多次入围，已经证明了业内对她演技的肯定。彼时她回应陪跑心态尚可，继续跑。而在大众看来丰厚难度最大的飞天奖，她这次则是首题集中。获奖感言里，她表示以为不会有上台发言的机会，没有准备。不过这一次风吹半夏有了她最好的归宿。横向对比樱桃、闫妮等事后大满贯得主，赵丽颖的丰厚之路开启的并不算晚。30多岁的年纪，正是女演员逐步转型，从打开国民度到冲击奖项的绝佳时间。而先行拿下飞天奖的赵丽颖，也一朝飞升，从此被视作大满贯事后的有力候选人。能够在此时此刻拿下视后，最重要的是她的表演能力具有相应的说服力。近些年来逐渐转向现实题材创作的她，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表演方式。如果说她之前采用的是偶像剧式的演法，强调直观的情绪表达，大起大落的感情变化，那么现在的她则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表演方式，将自己和角色融为一体。就在今年，赵丽颖凭借在第20条里的表现拿下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她所饰演的郝秀萍是身世多舛的聋哑人，在遭遇暴力行为之后，用自己的死换丈夫的生。让观众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场戏是她与检察官们对峙，从谈判到放弃到纵身一跃，给到观众几乎是灵魂一击。图片，她用种种细节上的精妙处理，真正走到了角色中去。头发混合着泪水粘在脸上，聋哑人无法说话，只能在情绪激动时发出巨大呜咽声，包括飞快的如同结印一般的手语节奏，都让人看到了真实活着的郝秀萍，甚至让人忽略这就是赵丽颖。这个角色展现了她的角色驾驭能力。而这次让她拿下飞天奖的风吹半夏，她也展现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松弛感。这个角色是满的，有强烈的情绪表达，明确的欲望，但表演却不能用力太满。在展现这个角色的欲望和野心的同时，她还给到角色一种松弛有度的张力。她有欲望，但欲望不是唯一。她想往高处爬，但高处不胜寒。取得胜利的许半夏，反倒越发显露一种不被填满的孤独感。正是这种空，才更让这个人物更满。一直以来，赵丽颖的演技都在线，不管是早些年她饰演《杉杉来了》里小太阳薛杉杉，还是《陆贞传奇》逐步成长的陆贞，花千骨白切黑黑切白的双面小骨，都成为她成功之路不可或缺的基石。而当下她遇到的许半夏等角色，与她更是双向奔赴。更复杂的角色遇到更有生活体验且逐步转型的她，就像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更自然的表演，更共振的情感，让更多人真正认可。拿下视后也顺理成章。85花格局大变，赵丽颖拿下飞天视后，同时爆热搜的还有85花格局大变，
虽然85一代女演员中，热依扎同样拿下过飞天视后，童瑶是白玉兰视后，张小斐是金鸡奖影后，但一般大众提及的85花，还是以蜜莉师堂为核心。一直以来，核心85花的奖运都称得上一般。赵丽颖曾经白玉兰奖3提部中，唐嫣今年才开始凭借《繁花》提名飞天奖和白玉兰奖，而刘诗诗和杨幂除了早年间提名过白玉兰和金鹰奖，近些年来并无奖项提名。这几位女演员身处同年龄段，人气不相上下，一直被进行比较。正因为大家都没有获得奖项，也就无法拉开差距。而这一次赵丽颖拿下飞天视后，成为85中独一档所在，直接改变缠缠绵绵的85花格局。剩下的3人中，唐嫣势头较好，她一度因为结婚生女《繁花》拍摄时长3年导致事业停滞，但今年《繁花》播出之后，她饰演的热情洋溢、自力更生的汪小姐大受好评，也让她提名主流剧集奖项。而她也借此转型现实题材大女主，目前主演的艺术作品改编的剧集《独身女人》正在拍摄中。刘诗诗去年的《一念关山》播出成绩尚可，独具特色的打女形象让观众梦回仙侠武侠乱炖的时代。目前她的待播剧都是古装大剧《狐妖小红娘》竹叶篇，有 IP 加持掌心，是唐风悬疑，她饰演疯批打女。虽然可预见的关注度并不会差，但如果想要冲击奖项来说难度颇大。如果想要在奖项上有所作为，可能还需要回归类似《流金岁月》的现实主义题材。杨幂今年播出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哈尔滨1944》和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口碑不及预期。虽然从去年到今年她有新改变状态，许下作品见的承诺，但这些剧集的播出效果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观众和市场对她的期待。不过，她主演的农村题材作品《生万物》已经杀青。在这部作品里，她一改往常光鲜亮丽的形象，扮上农妇造型，可见她确实有塑造好人物的决心，希望能够借此扭转颓势。从85花目前的戏路来看，大家都在经历人生巨变，比如结婚生子之后，重新燃起事业斗志，诠释经历更为复杂的、性格更加鲜明的、能够展现自己演技的角色。而赵丽颖今时今日拿下飞天视后，或许会是一把火，促使大家更加把精力投入到表演之上，拿出更多冲奖之作。某种程度上，这是粉丝和观众喜闻乐见的事情。戏里戏外的野心，区别于娱乐圈的大多数人，赵丽颖没有托举的原生家庭，没有科班出身的学历，能够做到的只有野蛮生长，等待一个开花结果的时机。就像她说过的那样，人都是从无到有，春天会来的。她能够走到如今，靠的是强大的内驱力。她从来不避讳自己的野心。采访中，她曾经这样说过：我一定要找到我的价值，找到我存在的价值。我想开拓，我想突破，我想有一点点不一样。如果我得意，我也不排斥，我就是很得意，我就是很风光。接受这段采访时，她主演的《幸福到万家》正在播出，所饰演的和幸福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性格勤劳勇敢，正直坚韧，带领村民跟利益集团勇敢抗争，是新时代女性榜样。为了这个角色，她打扮朴素，甚至是灰头土脸，出现在镜头前的形象不是拿着扫帚跟人打架，就是一脸愤懑的讨要说法。同年《风吹半夏》播出，许半夏是90年代的女企业家，她极其坚韧，遇到困难就咬牙挺，遇到转机就继续干。在男人占据主导位置的商场里，硬是杀出一条血路。她甚至还有道德瑕疵，不断为自己争取最大权益，也因此触碰到了法律红线。虽然赵丽颖爆款颇多，
从《陆贞传奇》《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一系列作品积累下国民度。但这2部剧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产后复出的关键阶段，他诠释了这2个不完美角色。尽管这些人物不够体面精致，但自身的魅力与特色都被他捕捉到，并不影响观众能够从中看到闪光点。纵观赵丽颖的转型布局，关键之处就在于寻求更多元化的角色，可以是村妇，可以是女企业家，也可以是第20条的聋哑人，谁是凶手李义正义邪的心理医生。在同龄演员还在古偶剧集中饰演众星捧月的美女，她已经带给观众不同年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的女性角色，不断制造着惊喜。并且她并不局限在主角里，第20条里她虽然戏份不多，仍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拿下百花女配。此外，她所饰演的角色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这种认知在更早之前就有端倪。宫锁沉香，她第一次尝试反派角色，当别人还在为了爱情自我牺牲，她的角色则是一切以自我感受为导向，将事业放在第一位。虽然这个角色的行为并不可取，但这种意识是超前的。此后，她延续自我觉醒大女主路线，不仅诠释多个寻求自我提升的女主角，而且即使在爱情关系里，都是上位角色，主导着感情发展。不得不承认，她在角色选择上有着一定的前瞻性，正好与这些年来观众不断更新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也因此让她的角色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喜欢，给更多人带来力量。当然，能够诠释出角色的深度，与本身的生活经历分不开。本质上，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赵丽颖和自己饰演的角色有着相似的精神内核，共性的生活体验，所以她能够把这些野蛮生长的、有韧性的角色诠释到位。演员能够给角色增添魅力，角色也能反哺演员红利，两者相互作用，给观众留下印象深刻的标签，成为如今真正意义上飞升的85花。从后续待播作品来看，赵丽颖已经逐步转向电影，除了现实题材作品《在人间》之外，其他作品均为电影。而这些题材和角色仍然涉及到不同类型、不同气质，无论是乔妍的心事饰演隐瞒秘密的女明星，还是《浴火之路》里孩子被拐卖，一路以身入局寻找线索的母亲，还是冯小刚导演的《向阳花》，他在其中饰演白狐狸，甚至是友情出演的《酱园弄》，都让人相信他在沉下心来探索表演的深度，拓展角色的广度。这样的他，未来冲击更多电影奖项一定不足为奇。